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欲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应不而挪。月娘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会和珍珠离婚的，你等我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不要做傻事了，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回去吧。你太残忍了！他这么大胆向你表明态度，你怎么忍心去拒绝他？你真的是太残忍了，妈妈。那时候你还是爱着他的，对吗？为什么不去接受他的爱？月亮小姐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应该睡午觉了吧？陶姨催人呐！不行，你一定要回答我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晨曦少爷的爱？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吧？什么？我跟他之间没缘分。什么缘分没缘分的？你只要接受他，他离了婚，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陶姨，我懂，爱就是要勇敢的去接受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懂什么爱？乱七八糟的。月娘小姐那样对晨曦少爷，那才是真正的爱，你知道吗？在50、60年前，离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晨曦少爷上有老太太，还有父亲，要是他闹离婚了，老太太又倒下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看，挨骂了。
陶姨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妈妈怎么了？3个月前，医生诊断出你妈妈患了肠癌，还说已经到了第3期了。可是她一直不肯动手术。坚持下去，我还要听你讲故事的。妈妈，是不是我吵醒你了？小心。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像你妈妈。我妈妈不就是你吗？妈妈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这是我的花，不是说一起送吗？你可没出钱啊！我的钱花在旅费上了，回加拿大再还你 ，promise。你从来不记得你的 promise， 就像你对安琪一样。好了。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我去插花。我去拿水。嘿，妈妈，别理他们。好，不理他们。来听妈妈把故事说完。回到马六甲以后。Paul 也来到这里开律师事务所。他介绍一些洋人给我认识，我就开始和洋人做生意。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洋货，好像化妆品、香水。在燕窝方面，我请了工人来处理燕窝，这样就能卖到更好的价钱。月娘，是你啊，来谈生意的吗？不，我是来看你的。请坐啊。超超身体怎么样了？我倒杯茶给你。他知道我来马六甲，叫我带样东西给你。怎么送我那么贵重的东西？这个手镯，周周一直藏在身上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收下的话，就是嫌弃他。既然周周那么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
帮我谢谢他。请坐，我倒杯茶给你。一起吃饭吧。不行，我已经约了人了。伪娘。Mr. Chan, how are you? Hi Paul， 你知道吗？Paul 在这里已经开了律师行，我们也开始做了洋货生意。Wen Yang is very hardworking. Her business is doing quite well. Actually, I have good news. Mr. Spencer has decided to give you power of attorney over his products here in Malacca. Really? We can discuss this over lunch. 晨曦，不如一起吃午餐吧。不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如果把你的眼神抹掉，就可以无视寂寞的炫耀。我想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糟。如果把走过的路都记牢，就可以面对短线的依靠至少孤单不用如此的骄傲。I'm sorry。不期而遇的微笑，像扎在脑海的湿掉，抓不紧也放不掉。未来的某个街角，是否转身就找得到？爱是一种需要，却不一定要得到。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。梦会温热眼角，让回忆像水草般缠绕，却总能让人勇敢不笑。爱是一种需要，聚散却没办法预料，只能在心里做个记号。直到那天遇到，还会是同样的味道。下雨也好，起风也好，心想着就能不会难熬。爱是一种需要，却不一定要得到。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。我必须亲口告诉你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却总能让人勇敢不笑。爱是一种需要，聚散却没办法预料，只能在心里做个记号。你不要再来找我。直到那天遇到，还会是同样的味道。下雨也好，起风也好，心想着就能不会难熬。
有些香水想介绍给你，这个很不错的，这个牌子的香水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用，我留些样品给你试卖。如果想进货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。好的。I think you're really drunk. No, I'm not drunk. I'm telling you, I'm not drunk, and I'm having a good time. Me too. 珍珠 ，Stop! Who are you? Where are you taking her? It's none of your business. Go away. 珍珠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忘了。Honey, what's your name? 珍珠怎么那么醉啊？珍珠没有醉。小野种，你是小野种，你是不是又要来跟我抢老公啊？休想！你永远都不会得到他的，他不敢跟我离婚，因为他怕气死那个老的。你为什么那么笨？要去救醒那个老太婆。老天偏偏不让你们在一起啊！他不让你们在一起啊！不让你们在一起。小心！让他躺着。去拿热毛巾吧。哎，又喝得醉醺醺的，要是让老太太知道，可不得了了。越南姑娘，请坐吧，我去倒茶给你喝。不用了，我还得赶回马六甲。你家少奶奶常常喝醉吗？可不是，少爷和她好像是贴错门神一样，你不睬我，我也不睬你。他们在老太太面前还会做个样子，转了身连话也不说。少奶奶呀，整天往外跑；少爷呢，整天埋头工作，一回到家就待在书房里，晚上也不回房。可怜的老太太呀，还一直等着少奶奶有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样？今天我上门到 Robert 张家去。尼贝尔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张先生，我现在担任妇幼福利社的秘书。妇幼是总督夫人倡议成立的自愿团体，目的是为了帮助妇女和小孩。要我捐钱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兴趣。请别误会，我们今天来不是要你捐钱，我们想探望黄玉珠小姐。好。我们接获投诉，黄玉珠小姐可能被虐待。投诉我的是晨曦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们两人是一路的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张先生，我们有权要求你合作。我想，你也不愿劳烦警方上门吧？
麻烦你把窗口打开，让太阳和空气进来。不行，少奶奶不准。玉珠，玉珠，玉珠，我是丽贝儿，我们在晨曦家见过面。请你帮他检查身体。他一直都这样，之前他还会大喊大叫的，最近都是这样，不吃不喝不说话，喝水吃东西都要用喂的，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的。厉小姐，玉珠怀孕了。护士感觉到她肚子微微隆起，起初我以为她是营养不良，后来叫了医生过来，证明她怀孕了。桃姐，让我来，你帮我看看厨房的火。月娘，我们把香蕉园卖了，连屋子和仓库都抵押出去，好不容易才弄到那10万块，没想到全都没了。那女人也太狠了。最近查理丈夫子突然翻脸不认人，不只是收回了代理权，还说我们破坏商誉，要我们做出赔偿，否则就上法庭。你外婆她半身不遂，外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。那些债主天天都上门，家里能当的全都当了。月娘，我知道以前我们对你不好，我都没有脸来见你。别那么说。真是天牛眼，难怪人家说啊，人在做啊，天在看。他们这一家也有今天。月娘小姐，你全都给他了。哎呀，你别傻了。给他几10块钱打发他走就行了。你辛苦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储蓄了这点钱。再怎么说，我也在皇家住了那么多年。那些年来，你被他们当免费的工人使唤，还挨骂挨打。桃姐，他们可以对我不仁，我不能对他们不义。来吃的。警察到处在找，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这些你拿着。才那么一点钱，你要跑到哪里？你怎么还嫌不够啊？为了你，我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。你妈妈中风，你娘身体也垮了，你姑姑跟珍珠那边我们也不能够再靠了。这点钱，我还是跟月娘借来的。
这是干嘛？这些钱拿去给妈妈跟娘看病吃药吧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桃姐，帮我拿几个袋子吧。你们干什么啊？问他。生日快乐！这是我说的。不是说，是做。这是我做的，给你吃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他为什么向月娘下跪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就叫 gentleman。月娘，请你嫁给我。我一定会永远照顾你，永远爱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，我嫁给你。太好了，月娘小姐嫁得出去了。那当然了，我阿妹呀，人那么好，那么漂亮，当然嫁得出去啊。少爷，少爷，月娘姑娘来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老太太房间。月娘啊，你真有心呐！哎，希儿回来了，你看谁来了？晨曦，你来了。你看，月娘特地带了燕窝来给我，多破费呀！这都是自己生产的，最重要是卓卓健健康康。你真本事啊！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你卓卓，我那位好姐妹呀，也是本事的很，年纪轻轻啊就已经懂得做糕点出来卖了。找一天我来做糕点给卓卓吃。哟，那怎么行？你要忙生意，接着下来还要忙婚事。希儿，月娘要结婚了，今天是来发请帖的。月娘真的很本事，嫁给一个律师呢。到时带珍珠一起喝喜酒。好。女孩子啊，终究是要嫁人的，能看到你找到这么好的一位对象，我也为你开心。我在英国的时候就认识 Paul 了，他为人热心，有正义感，常常为那些低下层的人免费打官司的。你也是吧？Paul告诉我，你们假日就到贫民区去，有一次带领平民到市政府抗议，还被抓去警察局呢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月娘，你跟 Paul 在一起，我很放心。祝福你们。谢谢。我得走了，再见。等等，我想告诉你玉珠的事。玉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上次没告诉你事实。其实玉珠她精神失常了。什么？利比尔终于见到了玉珠，他发觉玉珠怀孕了。玉珠怀孕了，那她的精神怎么样？利比尔说，玉珠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就好像失去生命的躯壳。Robert 张没有好好帮她治病吗？我请利比尔再去打听玉珠的下落，可是就再也没有消息。为什么？听 Robert 张讲，他被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养胎。玉珠怀的是他的孩子，他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应该会好好对玉珠吧。利比尔也是这么说，可是我对 Robert 张的为人不敢抱太大希望，于是我私底下收买了张家一个下人，向他打听玉珠的消息。根据他所说，Robert 张知道玉珠怀孕之后，爹地，她肚子里那块肉不一定是我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？你不要忘记 ，Smith 那老家伙和他睡过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大的小的，我都不要。Robert 张还是人吗？晨曦，你一定要快点找到玉珠。我已经想尽各种办法打听玉珠的下落，可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。总经理，对方的态度突然转硬，听说是晨曦在从中作梗。我们的生意他也要抢。总经理，姓陈的过来了。我可以跟你谈谈吗？坐啊。听说你对烟酒生意也有兴趣。
烟酒生意利润那么丰厚，谁不想做？那你是摆明要讲我的地盘呢？我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。我可以退出烟酒代理权之争，是吗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。我要你把玉珠交给我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我把我老婆交给你啊？你有没有把她当你的老婆，你自己清楚。你这个条件的确是很吸引人，可惜你找错对象了。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有人来跟我争，这样才刺激嘛。玉珠现在有了孩子，要是出什么事，就是一尸两命。一尸两命又怎么样？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了，多两个不多，少两个不少啊。你居然可以说出这种话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在你眼中，我当然不是人啊。可是你也未免太像人了吧？你干嘛这么关心他？难道他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你的？我说过，我本来还想放过他的，可是就是因为你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即使闹出什么一尸两命的，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好人不是不可以做，可是千万不要乱做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把少奶奶送到哪里去了。那你还记得是谁把少奶奶带走的吗？是少爷。他们坐车？嗯。那请你跟司机打听一下。啊，这个不太好吧？拜托你了。帮忙吧。我试试看。那我们明天在这个时候再来找你。我进去了。少爷，我已经叫阿荣收拾好包袱了。不，既然他们那么想知道，就让他们知道好了。陈曦，我要你人财两空。怎么样了？司机说少爷把少奶奶载到一间小木屋，把她锁在里面。那地方在哪里？他也说不上来，可是他可以载你们去。就是这里了。我有钥匙，少爷每个星期都叫我送一次食物来。
玉珠，玉珠，玉珠，老师跑了，老师跑了，都是你。都是你！还我老鼠！还我老鼠！我是月娘。月娘，帮我抓老鼠，快啊！抓老鼠干什么？我好饿，我要吃，快帮我抓老鼠！我到外面看看司机有没有带食物和水。 司机大哥，开门啊！司机大哥，哎，开门啊！司机大哥，哎，开门啊！你不用叫了，就算你叫到哑了，也不会有人来帮你开门的。罗部长，你想干什么？ 开门了！我来送你一程的，陈大少爷。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我把你们烧成灰，也不会有人发现。来了，魔鬼来了！魔鬼来了！魔鬼！魔鬼！ 没有，他们要上屋了。救我！大爷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！罗班长，玉珠怀了你的孩子，难道你要连你的孩子也一起烧死吗？那个女人，她不止跟我睡过。 我怎么知道那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去死吧！如果把你的眼神抹掉，就可以无视寂寞的炫耀。我想，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糟。如果把走过的路都记牢，就可以面对短线的依靠啊。